直接先下第一个结论：初学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周第8集的 Wikibeer Review， 我是 Patrick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带来了一支新的米凯勒，这也不是到多新啦，这个是米凯勒的它的 Beer Geek Breakfast。那这支呢，其实是米凯勒他们严格来说应该说是米凯勒成名的一支酒。那当然，从他们成名以来，这支已经经过很多次改版，所以一定是跟第一开始他们成名的那一次的酒谱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个是有改良过的。那说到这支酒呢，其实让米凯勒被精酿界关注的，也就是从这支酒开始，在06年，其实他们成立于05年。那06年呢，他们用了这一支原本当时是一支实验性的啤酒。那这一支 Beer Geek Breakfast， 它是一支实验性，然后他们去参加了一个国际型的 International Beer Voting Event， 然后在 Stout 就是在黑啤的这个项目类别里面，他们得到了大奖的殊荣，所以才让全世界开始关注到米凯勒的这个品牌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支呢，它是Beer Geek Breakfast 里面波本桶陈版。那除了波本桶陈版呢，他们还有樱桃酒，然后还有 Tequila 酒的版本，还有一般版，就是没有过桶的。那这支我们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就是所有的酒款，就是有过樱桃跟 Tequila， 其实波本应该会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过桶方式，所以我们就想要来尝尝看这一支。OK， 那这一支它其实是在它这边有写说是7.5%。那因为它是一个黑啤 Stout， 所以酒色会偏深。那这支呢，为什么会叫做 Beer Geek Breakfast？ 其实米凯勒他们一开始在想这支酒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想到在外国，可能是现在在台湾也是啦。其实大家对燕麦拿来当早餐的这个习惯，在外国是很盛行的，所以早餐燕麦跟早餐的连结，对外国人来说，其实它的连结性很高。米凯勒他们就想说，那有加入燕麦的啤酒类型，最能直接联想到的就是那个 Oatmeal Stout， 所以他们在想说，那我们就来做一支是给啤酒狂他们所可以喝的，这就是当他们的早餐酒这样子。这一支呢，它当然如果是 Oatmeal Stout 的话，很合理的，它倒出来就会是酒色会是完全是黑色的，然后它的酒泡其实就带一点点咖啡卡其色的颜色这样子。黑啤也是因为它里面有加过燕麦，所以它的泡泡会相较于其他像 IPA 或是 Pale 这些啤酒类会更加的绵密。好，那香气的部分呢，这一支它的香气甜度蛮高的，就香气来说，我觉得甜度算很高，然后有波本桶的味道，然后很典型，其实 Stout 会有一点点带一点点我们应该说有点像酱油提壶的那个味道，但是不会到太重。然后有香气，它的香气是咖啡巧克力，然后生烤过的咖啡的味道。因为讲到黑啤，要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，是很多人对黑啤会有个误解，是黑啤好像是用黑麦做的。当然，这个说法也有对，也不是完全错。但是黑麦没有黑麦这个产物，黑麦其实就是由麦子，然后它去深度烘烤过之后，它因为熏烤的关系而变成黑色。用烘烤过的麦芽去酿酒，就会造成酒色变深。它就像咖啡豆一样，咖啡豆原本身也是绿色，等它进入烘烤的阶段之后，咖啡才会呈现咖啡色，或者是再更深的会是到黑色这个阶段。所以没有黑麦这个产物，它是经过烘烤过后的麦芽。那我们来尝一下味道。它绝对不会是一支好，直接先下第一个结论：初学者可以先跳过这一支，这个完全就是专门设计给对啤酒痴狂的人会喜欢喝的东西。如果你今天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人，那我觉得这支会让你是一个还不错的早餐酒啦。就像我们古埃及人也说，
啤酒是 liquid bread 嘛，它就是液态面包。那把这个当早餐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啦。但是应该要留在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是一个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早晨，然后睡晚一点，大概9点多10点才起床的时候，找不到餐桌上面有任何的食物可以当早餐的话，那不妨可以拿一支这个东西打开来，然后喝一下，因为里面真的也是有燕麦的味道。就味道来说，它有带燕麦，因为它其实投入了不少的燕麦进去做酿造，除了一般的麦芽之外，烘烤过的麦芽之外，还有投燕麦进去，就像我们刚香气有闻到的。有带咖啡，然后还有带黑巧克力。酒体我觉得，在一个过桶的Stout Bourbon Barrel Stout 里面，它的酒体算是比较中度清爽的，没有到非常的重，所以在嘴巴里面残留的那个粘稠度其实不会到非常的高。那特别的是。就我觉得很多人开始在喝很多 stout 的时候，会希望说 stout 就是酒体非常重，然后它所给人的口感会是很稠的。但是这支其实它甜度不太高，它的尾韵其实算是比较干爽。这支不会是一个它没有办法马上就把一瓶喝完，像刚刚讲。如果你是在礼拜六或者礼拜天的早晨醒来，然后那天刚好没什么事情做，很悠闲的打开这一支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可以喝到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，这支我都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其实它也很像，因为它酒体适中，然后味道它的风味也够饱满，所以可能喝完这杯真的可以直接跳过早餐这个阶段。好，那这支啤酒呢，我们会推荐给对于精酿啤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跟经验的人来做品尝。那初学者呢，真的就可以先跳过这支，然后慢慢的把你的经验给累积起来以后，我们再挑战这一支。对于没有喝过米凯勒 Beer Geek 系列的观众朋友们呢，我觉得这一支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，毕竟它是米凯勒成名在国际间打响名号的一支酒，所以一定要尝看看，到底得奖的啤酒喝起来是什么味道。那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 Beer Review，那我们期待下周见，拜拜。